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诺拉这个手游特色的一个新英雄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中路对线情况。他的诺拉只拿到了国2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榜单的第2名但也很强了。因为大部分时间就是高分段想拿到诺拉的话都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英雄大概率都是会被ban的，要灵活的运用这个 Q 技能，而且 Q 技能伤害根本不低。W 的话一定要运用的好一些，因为这个技能真的很关键，可以在他要吃兵的时候，是吧？哎呀，这里面给他勾到了，这乌鸦玩的应该也就基本上都是这种国服，就是那种国服选手。都是打细节，在这里的话来偷吃4F， 这个乌鸦在这个版本真的很肉但说实话还是容易被集火秒掉。这英雄看起来肉，但其实伤害够的话，还是能把它给秒掉先的。这狗熊，有个护盾，给他活下来了。这里的话可以优先来这边把兵线，因为你 Q 技能多少还是有 CD 的。它真正的就诺拉清线的话，还是主要靠 Q 技能。这里放猪没放好。而且诺拉这个英雄，前期要没捡到人头的话，想要发力真的得靠就是打那种后期就20分钟那种局。这里的话来下路绕一下，避免对面佛爷哥来蹲。对面佛爷哥好像就在下路。这里佛爷哥想来抓人，还在下半野区的，有可能想来反这个4F。没来，那就回去刷野了。这里的话，灵活运用这个 E 技能这里的话好像有点打不死，对方开大招，直接净化。哎呦，这 Q 技能距离越长然后它那个命中率就会越低。为什么？飞的弹道时间更长了嘛。没呀，这佛爷哥亏了2个兵就有时候打野故意这样子过来恶心你2下，你很难受。这样来多几下的话，你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命中了，交大招来清兵线。前期的大招伤害太低了，除非做了法爆球有那个法穿，还行。没有的话，就是伤害并很难说
去把对面的 C 位打残，或者说直接半血收对面人头什么的。这个阵容的话，其实偏发育，因为卡莎也是得装备起来了。诺手主要是诺手那边一直被压制着打，虽然说没有太多的，没有两边都没有送人头啊。被拉到了，打了一套。这一波的话，其实不太可能打。哎呀，像打中路诺拉啊，之前有粉丝问诺拉说带那个卢登会不会更好？如果你线上的话，肯定是带卢登更好，因为诺拉他清兵的话，主要就是靠 Q 技能，E 技能只是拿来补一下那个残兵什么的。那真正关键来说，还是个 Q 技能。一个 Q 技能，你如果有卢登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基本上2个 Q 就可以清一波兵线。这里一个 Q， 而且有放逐的话，哎呦，对方直接来开了，哎，大招很好的大招，但伤害有限，秒不掉对方。哎呦，这乌鸦还要上来。那乌鸦的话，闪现上来，这个血量不能再打了。卡莎秒不掉吗？补一下伤害，哎，可以。佛耶哥秒掉了，再利用这个 Q 技能去远程poke对方就好了。龙的话拿下来了，盲僧还拿了3杀，这个血量是死不掉的。看。一个 QE， 基本上兵线可以收掉的，就是说直的那种。你有点偏，那没办法。一个 Q 技能弹道就那样，直接开个外挂，直接像卡牌一样3个 Q， 3个弹道是吧？乌鸦没有大招的，但这边的话也没有大招，放逐了，但还没抢到。哎呦，这残血还是掉了。大招 CD， 其实再等一会儿，这个先锋放了，然后拿大招 CD 去收割人头会更好一些。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叫瞎子好像不怎么想拿这个先锋。他现在就是有个点，就是像那种拿到大优势了，他就想稳，知道吧？很多人会这样子。然后稳着，一旦有个失误也会出现，就是说那个。对，确实，刚刚打完那波团以后，大家的 CD 都差一些，就其实再拖一会儿，或者说不要这个先锋，然后去把对面留住就可以了。这里不能放逐这个先锋啊。要是能放逐这个先锋，倒挺好的。那手，这里给信号了。你看，这种会听话的队友，一下子他就是吧，心领神会。这里学会了他的那连招没有？QEW， 最后补一下炮车，
其实如果你上去平 A 也可以，留 W 稳住自己，保命。哎呀，这里的话直接放逐，赶紧跑，见面就直接闪现贴脸是吧？乌鸦这英雄确实在这版本就是很无脑的那种感觉。这诺拉是站不了边的，他必须得一直待在中路。像这个时候一定要留 W， 除非你要回家 ，W 你已经不用保自己了，不然的话 W 一定要留，尽量不要拿来清兵线。这里的话，快速回家避一波，要把这个装备的话，就是在没视野的状态下，技能命中对方的话，就会提供视野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大招就一直能续上，不至于说出现在一些地方的时候没有视野。一技能命中 ，Q 技能打爆发，直接大招拉出来打收割。AOE 拉满了，但是队友好像不太行。闪现拉开 ，W 放逐2个，再回头一个 Q， 龙没拿到，可惜了。卡莎，这里就来到了一个卡莎的乏力期。对面还是太肉了，对面前期乌鸦这个打团能力还是太强了。而且这里面啊，百分比穿透还是很关键，一定要把这个大穿甲或者说借弓做出来。这里放逐，连人带兵一起打，这一点就是啊，那个什么，就是性价比最好的 Q， 就是连兵带人一起打。让你的每一个 Q 都附带更多的价值。这诺手的话，其实在河道中间一定要去做个眼。对面2个大肉，一个乌鸦，哦不对，3个啊，还有狗熊，但狗熊应该是纯输出啊，做肉装的狗熊，那就很难了，那就很难了。哎，话说为什么没人喜欢玩大树打那个上单呢？然后他控制是多，但控制多的话，那他的伤害啊那些还是不太够。说实话，石头人多多少少2技能一开，A 人还挺疼的，但大树好像还真不行。其实着急的是对面呢，因为这边都是就是两个 C 位都是大后期，特别是3级大招搭配3件套以后的啊，第4件要是把那什么法爆球做出来，对面更难受。对面其实这条龙啊，就是龙，只要对面不拿到大龙的话，其实他们很难做推进。
根本就推进不了这个中路。这里卡萨的话有100秒的闪现，疾跑。这个时间段是就很多玩射手的为什么玩不好，就是他自己没有位移了，他还敢这么上去。所以我为什么推荐新手玩家去玩一些有位移的英雄，就点就在这里了。咦，佛爷哥在，赶紧走。那手被逮到了，给个放逐给他，一技能拉一下。这里的话可以防守打，对面越了啊！这里佛爷哥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技能交差不多。可以反打了，直接反向收割。大招的爆发伤害打出来了，就还好。这条龙的话没有龙魂的，所以优先级并不高，主要就是去拿个大龙而已。还反倒不如直接来先推塔，黄生自己去拿都可以。就这个龙的优先级并不高，现在。还好是卡莎打得动这些肉，如果像换一个其他那种，哎，根本就打不太动。哎，这样子就利用 Q 去poke对方，然后上下野区的视野一定要做好，救不了，那继续做推进呗。乌鸦没有大招的，看看能不能把中路给推出去，但哇，全是肉，太肉了。佛爷哥下面来了。这里直接大招秒掉了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他这种，就是这种变态啊。3级以后的大招那个伤害很爆炸，而且这里面还没有做出法爆球的。一个 Q 以后 Q 残了就直接开大招就可以秒。这个时候刚刚有机会的话，躲在墙后面，没视野的地方开个大招，对面难受就是对面了。这里放逐了一个 Q， 压起身没压到，对方狂风之力拉开，一技能拉扯对方。着急的是对面乌鸦，这里的话打不了了，直接回家。这里的话他是做了破盾。第4件做了破盾，右下角的话是标准出装，然后他的带法是带了三黄，配那个猛然突击1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局太肉了，所以他带的那个带了那个巨人杀手。然后搭配那个那叫什么，反正也是能增加韧性的一个装备，那个符文。哎，这里的话大招 AOE 伤害拉满了，收割掉了一个 Q， 再收掉这乌鸦，再一个 Q 收掉这个，收不掉吗？
这个英雄不要搞 Q 闪，没必要啊，这是浪费表情了。双龙会对面的话应该是没办法打了。你要想想双龙会，然后搭配这个大招，那伤害是有多恐怖？只要对面吃到2个 Q， 你就直接开大招，疯狂点屏幕就行了。像佛爷哥的那个迷雾开启以后还是挺变态的，这里不要乱开，佛爷哥在旁边，佛爷哥死了，那这样的话随时开个大招先秒，但这个大招效果不是很理想，还是烫死了一个。这种选一堆傻肉拖到后期打又打不动。那行，游戏的话就这么结束了。这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。